环环相扣的经济，美国在哪些方面依赖着中国呢？一篇文章道出真相。要问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是哪个？那么这个答案无疑肯定就是美国。众所周知，美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实力站稳了其在全球老大的地位。然而美国媒体却表示，如今美国无法不依赖中国。美国福布斯新闻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实际上掌控着美国哪些部分》的文章。该文章列出了美国所依赖的各种来自中国的项目。那么这些项目到底都有哪些呢？根据文章中的内容显示，随着新冠肺炎在世界的蔓延，该事件逐渐反映出美国似乎越来越依赖于来自中国的供应，并且美国的很多企业的正常运营也都越来越依赖于中国的投资。文章的作者不止一次提到，中国在美国经济一系列行业的全球供应链中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对此，文章中给出了一个事例，这些事例以及数字和数据都是美国依赖中国的事实。首先，第一项就是在医疗方面，就拿抗生素来举例，中国目前主导并生产了美国将近97%的抗生素药物，以及美国药品制造所要使用到的80%左右的活性制药成分。第二项，农产品方面，早先的2017年的数据显示，当年美国进口了价值46亿美元的中国农产品。而第三项，娱乐方面，中国的企业以及投资者还大量收购了美国的多家娱乐公司。第四项，矿物业，根据数据显示，自2014年至2017年为止，中国一直供应着美国将近80%的稀土矿，并且中国目前至少坐拥着全球85%的稀土矿处理能力。而这就衍生出了第五项以及第六项，那就是军事和电子产业。大家都知道，美国很多的军事设备中都需要利用稀土这一矿物，而且稀土矿物也同样被广泛应用到电子产品等产业。这样一来，我们不难看出来，中国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美国太多的产业，而这些产业也实实在在的在推助着美国社会的发展。可以说，在很大一方面，美国已然离不开中国了，而中国实际上在某些方面的进口也依赖着美国，这其中也包含着包括食品在内的各种东西。两国的经济可以说多年以来一直都是以一种环环相扣的状态保持着。美国依靠着其强大的经济链来维护着军队，中国也同样，而这样的局势或许很快将结束了。有消息称，东风17部署东南某基地，到底是为了对付谁？东风17在中国针对第一岛链的战术上有何作用呢？近段时间有消息传出，解放军在东南某基地部署了最新型的东风17导弹。在去年阅兵式上首次亮相后，东风17导弹可谓是备受瞩目。作为全球首款正式列装的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被认为是现有反导系统几乎无法拦截的一种武器。那么，若东风17真的部署东南，那又是要对付谁？有人认为，东风17的部署是针对对岸最新型的熊3反舰导弹。熊3导弹一直是对岸宣传的一个重点，其熊3导弹基地被认为一旦起冲突，要首先摧毁的对象，以此来最大程度减轻压力。鉴于对岸反导能力差劲，因此部署东风17的话，对熊3基地威慑力很大。但单纯对付一些草莓兵，真的需要用得上东风17导弹吗？就像很多网友说的，挨着火炮的打，操着导弹的心。要知道，东风17的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所谓好铁用在刀刃上，厉害的导弹针对的也是厉害的对手。中国要在棋桌上解决统一的问题，对面的棋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超级大国。东风17要打的目标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谁强就打谁。美国兰德智库评估认为，一旦中美在第一岛链内起冲突，为了阻止解放军登岛行动，美军需要集中空中火力的优势，在防区外发射导弹来阻止我军船只。而美军要集中空中优势的话，无非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美军在第一岛链的美军基地中部署了空中力量，其次便是美军利用其航母战斗舰将舰载战斗机送到前线。然而美军在冲绳等第一岛链的军事基地距离我国东南地区基本不到2000公里，都在东风17的打击范围内。依靠东风17的速度以及水漂弹头的轨迹，美军在这些基地部署的防御力量很难将其拦截，而东风17具有在几分钟内摧毁这些基地的实力。比起目标显眼的军事基地，美军恐怕更加依仗飘忽不定的航空母舰。然而，我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足够的监控网络，从天上的卫星到水底的探测器，从水面的监测船到空中的侦察机，从陆地雷达到网络监控，基本上可以保证美军航母出现在合适的范围时便将其暴露。而即使美军的 F-35C 舰载机服役，再加上 MQ-25 无人加油机助阵，
美军航母打击范围也就在1500公里范围，完全在东风17射程范围内。东风17同样被认为与东风26一样，具有精确定位系统，具备对大型水面目标的打击能力。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如果东风17真的部署到位，在下达作战命令后，打的肯定也是援军。美阿拉斯加爆发强烈大地震，当局公布海啸信息，而这时俄罗斯轰炸机却出现阿拉斯加上空。根据媒体报道，在当地时间10月19号晚，美国阿拉斯加地区发生了7.5级强烈地震，并且在随后引发了多次余震。随后阿拉斯加地区警铃声大作，广播中警告阿拉斯加居民地震之后有发生海啸的风险。然而没有料到的是，一会儿之后美国人没能等到海啸，却等来了俄罗斯的轰炸机。据北美防空司令部称，在19号晚上，俄罗斯2架图95轰炸机与1架 A50 机载预警机在2架苏35战斗机的护航下直扑阿拉斯加而来，并接近阿拉斯加海岸12海里的距离，不过未进入美国的领空。而在同一天，阿拉斯加刚刚经历大地震，整个地区的美军都在高度戒备中。此时俄轰炸机却如同不速之客趁虚而入，也让美军高度紧张。很快美军派出 F-22 战斗机紧急起飞，对俄罗斯军机进行拦截，而俄轰炸机看到 F-22 到来后也很快撤离。此后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谴责俄罗斯轰炸机在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内逗留了90分钟，并且表示这已经是今年阿拉斯加海岸第14次发现俄罗斯军机了。不过俄罗斯军方声明，他们是按照计划在中立海域进行训练飞行，并且指责美军派出 F-22 干扰了他们的飞行计划。在俄轰炸机有意接近阿拉斯加空域前，阿拉斯加刚刚发生大地震，这时候图95等军机拍马赶到，让美军做出行动，有一种趁乱来给美国人添乱的感觉。值得注意的是，美军通报中，俄军机今年已经是第14次接近阿拉斯加，这频率已经超过了以往。由于阿拉斯加处于美国偏远的西北角，离本土核心地区较远，俄罗斯人发现美军在该地部署的 F-22 其快速警报能力滞后，因此阿拉斯加成为俄罗斯针对美国本土行动的重点，平均派军机接近阿拉斯加的频率大概为7到8次，而且基本以图95与图160这样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为主力。这种轰炸机能让美国感受到明显的威慑，而今年俄轰炸机光顾阿拉斯加的频率差不多是往年的2倍，也说明美俄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派出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接近美国本土，也是对美国的一种警告。美国百般阻挠未果，伊朗武器禁运顺利解除。俄专家分析，伊朗后续将要采购的武器，战斗机或将成为首选。2020年10月18号，伊朗的武器禁运协议终于到期了。尽管美国曾多次试图百般阻挠，并使用各种方法，想以此来延长对伊朗的武器禁运计划，但是美国所使用的一切方法到最后均以失败而彻底告终。虽然美国后续还多次扬言一定会找到方法加长禁运期限，但是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很显然美国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办法。后续随着2020年10月18号协议最终的期限结束，根据早先伊核协议内所签署的内容显示，伊朗自此以后购买武器都将不会受到来自联合国安理会的限制。既然限制结束了，那么接下来对于伊朗来说就是放开手买的时间了。多年的武器禁运可以说已经让伊朗的军队实力大减，因此此次解禁后的买也在情理之中。那么伊朗在武器禁运解除之后会购买什么武器呢？首先，根据俄罗斯专家的话来说，空军对一个国家来说那是绝对至关重要的，特别是对于伊朗这种空军实力较弱的国家更是如此。目前伊朗空军所列装的主要战斗机都是在1979年购买的，可以说是相当的落后了。但是就伊朗目前毫无发展的军事航空业而言，他们根本就无法在航空方面达到自给自足，因此在武器禁运后购买战斗机将是伊朗的第一个选择。而根据分析，伊朗首次解除禁运将会购买30架以内的战斗机，未来还将会购买更多的新式直升机。当然，一些必不可少的潜艇和装甲车等等，对于伊朗来说都是需要购买的。此外，专家还表示，
目前可以提供并出售武器给伊朗武器的国家只有2个，那就是中国和俄罗斯2国。同时，伊朗还将争取购买并获得生产武器的重要许可证，并以此为基础来生产自己的军事装备以及现代化战斗机的各种关键部件。未来也只有这些东西能真正达到自给自足了，伊朗才能有提升军事实力的机会。多年来，美国制裁伊朗曾一度给伊朗带来了1500亿美元的资金损失。不过，相信随着伊朗后续的持续增进，其军事应该也会慢慢恢复过来的。不过，在这期间，美国可能还时不时找些麻烦，而这个时候如何应对，就要看伊朗自己的了。